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阐述了制造原子弹的意义，并提醒总统，德国人有可能抢先进行研制。但这时的纳粹却丝毫没有引起重视。与此同时，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和放逐，其中有近1000名的犹太人被运送到了中国上海，其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托马斯·哈根，是我。2级进攻，是的。来了，去下飞路。汉斯，高寒，日本人有什么动静吗？日本人很消停，德国人倒是来劲儿了。德国人刚刚收到的，柏林给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报。明天上午将有一架德军司令部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德国人怎么突然间对上海感兴趣了？还派来了一位格尔上校。这个格尔可能是我的校友，冯拉尔夫格尔，他也是从慕尼黑通信学院出来的。欢迎你，格尔上校，我是特高科的酒井美惠子。小姐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呐。是吗？这就是格尔，前几年我在一次校庆上见过他。格尔，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听过。冯拉尔夫格尔，海伊里希·希姆莱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参与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和臭名昭著的玻璃之夜。就是他。博士，你比我还清楚呢。哎，这德国人来上海凑什么热闹？还派遣了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 ？BBC 上说他们有结盟的倾向。我看呀，这希特勒简直是疯了，胃口是越来越大。你们看啊，现在战火几乎烧遍了整个欧洲，又想来中国分一杯羹了啊！不会这么简单，德国人现在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不可能这个时候来插手中国的事情，极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与上海有关系。你看，连特高克都出面了，那会是什么事儿呢？我看这事儿咱就别管了，还是想想干点别的吧。没错。不，我对此事感兴趣。走吧，跟上他们。还用你说吗？
你见过这个人吗？不好意思，我没见过。你问一下他。你是这代的邮差？是。这位大哥，德国人吧？嘿了，行，好。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人，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只是说有点面熟，他住哪儿我就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哎，老总，这是个大人物。别问那么多，好好想想，想出来了有你好处。有奖金。反正亏不了你。你要是知道了，这辈子就不用当邮差了。有这么好的事儿？这张照片能给我吗？我经常在这一带跑，说不定真能碰上这么好的运气。看到的话，打后面的电话通知我们。是，老总。啊，你到那边去。是，我们两个到那边去看一看。好的。从海关那边的存档资料看，此人名叫托马斯·哈根，入境前是伯利一家机械厂的2级钳工。很显然，这是一个伪装的身份，否则希特勒也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一个2级钳工的。那么，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从这张照片上看，根本就不像一个钳工，倒像是一个工程师，是不是？博士，你别以为自己是工程师就觉得谁都是工程师，就像一大肚子。觉得满街的人都怀孕了。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哎，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服装啊是一种工作服。我也能看出来是工作服啊，要不怎么是钳工呢？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去把高寒叫下来。我来了。哎，高寒，来。我印象里啊，欧洲很多的制造业、化工业以及纺织业。他们历来都是以服装的颜色和款式来进行识别管理的，德国是这样吗？对，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的。哎，那你看看这个制服的款式是给什么人穿的？这种制服应该是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才可以穿的。都是我教他的。博士就是有学问。哎。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海关那边就有这么一张托马斯存档的照片。这个制服的款式比这个难看，质地也比这个粗糙。这是德国人的疏忽，他们翻译的是托马斯以前的照片。既然他不是2级钳工，那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哎，你们看啊，托马斯这张照片的背景，绝不是照相馆里照的，啊，注意没有？这个环境也不太像是个工厂。哎，你看这几个亮点是什么呀？我看看，感觉好像是玻璃制品。对，是玻璃。从高光点的分布看，像是这么回事。你这么肯定？按照光学原理，能散发出这种高光点的玻璃制品，应该是这样的。对，这说明托马斯这张照片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拍的。没错，我曾经待过的地方有一种本能的亲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托马斯的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化学家，而且是个很有影响的化学家。化学和战争历来就有联系。我们正在做一个大胆而有趣的假设，但并不荒谬。那就是说，托马斯参与了一项武器的研究，或者是说这项研究离不开他。那会是什么样的武器？涉及到化学领域，
就不会是常规武器。化学武器，那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应该在这个范畴里，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化学性质的武器具有超长的杀伤力，所以才惊动了希特勒。前几天我从 BBC 里得知，去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奥托·哈恩博士从实验中发现了核子裂变。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中子可以把一个重核打破，而在这个打破的过程中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发现是惊人的，这太可怕了。虽然我们还不能证实这个托马斯·哈根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抢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前面把他找到。没错，他就是托马斯·希奥。在柏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过。他是在1933年拿到牛津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莱比锡实验室的工作。因为就在那一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阿道夫·希特勒赶出了凯瑟威廉研究所。您刚才说托马斯·希奥是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那他专业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重水。托马斯·希奥在重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什么是重水啊？锆，那是一种特殊的水，它的化学名称叫氧化氚。它的一个分子是由2个重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的。这么少？请进吧。请坐。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差别，但在自然界中分别极少。在普通水中约含0.015%，由于含量少，它比黄金还重。那它和原子裂变有关吗？当然。氧化氚，也就是重水的作用是在取得铀235制作过程中控制原子核反应，成为理想的减速剂。这不是你的专业范围，跟你说不清楚的。你怎么突然对这个发生兴趣了？托马斯已经到了上海。什么？他在上海？是的。不可思议！希特勒怎么可能让他？他是混在犹太难民队伍里逃出来的。希特勒正在找他呢，实际就是逮捕他，然后秘密押解回柏林。不，这绝不可以！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疯子会制造出摧毁整个世界的武器。什么？摧毁世界？虽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这呢也绝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去年奥托·哈恩博士发现了核子裂变以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就走上了世界的前列，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不能忽视的。按照马尔纳教授的说法，如果希特勒真的制造出那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那实在太可怕了。从理论上讲，利用原子能作为高爆炸药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最近希特勒的几次演讲，比如他说我们将研究出一种别人还不知道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似乎就是在向世界宣布什么。因此可以断定，德国人急着寻找托马斯·哈根，事关一项重要的军事研究。这就眉目清楚了。综合几个方面的观察，欧阳，我觉得这个判断基本是正确的。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托马斯呢？我认为他很有可能还在上海，而且极有可能就躲在犹太人的定居点里面。他对中国并不熟悉，绝不敢盲目行动的。问题是，即使还在，他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啊，难就难在这里，他凭什么相信我们？谁能向他保证我们不是76号那种角色呢？我觉得还是请马尔纳教授出面比较好，他们彼此熟悉，又是同行，而且他现在在红十字会工作，这些应该可以打消他的顾虑。我看可以。高寒，你继续保持和马尔纳教授的联系，其他人还是各就各位，特别是何坚，你那里最有可能发现新的线索。嘿 ，Hello，
敌人控制了整个犹太人的定居点，表面上看很平静，但实际上到处都藏有便衣。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还看见特高课的车往那儿开呢。敌人是怕打草惊蛇，故意做出内紧外松的样子。实际上，日本人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是刚刚截获的柏林给格尔发的电报。这次很奇怪，德国人使用的是明码，而更奇怪的是它的内容。让格尔先生利用这次出公差的机会，在上海为元首寻访几件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什么意思？希特勒落魄的时候，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画家。不过，让一个盖世太保来做这件事情，那不是赶迷仗吹火吗？一窍不通。德国人也是故意在制造一种表面轻松的气氛。没错，他们也怕惊动他们的日本朋友。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定居点里有个修自行车的叫汉斯，我觉得他有可能知道托马斯的下落，不过这只是推测。你为什么这么说？那天我跟特务要托马斯照片的时候，我们相互对了一眼，他的眼中充满了愤怒。今天我又遇到了他，本想和他接近一下，可他没理我，还使劲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也许这个汉斯可以帮助我们，何坚，还得想办法接触他。问题是他不相信我。那好，这样吧，高寒，你再去找一下马尔纳教授，我们安排一次他和汉斯的谈话。好，我这就去。我陪高寒去吧。不用了，我自己开车去。高寒，我看还是让何坚陪你去吧，万一遇上什么情况，相互有个照应，啊？那好吧，我上去换件衣服。哎，别换了，又不是去赴约会。那走吧。哎，高寒，你让马尔纳亲笔写张条子，让何坚设法交给那个汉斯。我也是这么想的。直播，我看一下。好，你挽着我，我这身装扮最多就配做你的司机。再考虑一下。你哪来那么多话？刚才这点我也想。要是今天马云飞在，我就不揽这活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去。哎，高寒妹妹，我不过开个善意的玩笑。你的玩笑很愚蠢。哎，你们去图书馆接一下马云飞。干嘛要接他？照我说的做。我想借这本书。小姐，对不起，这2本书前几天已经被人借出去了。被借出去了？是啊，我想查一下借书的人。这不可以的，我们有规定。还不可以吗？那我替您查查。不，我想自己查。好快的手。小姐，还一下书。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久违了，马先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高寒，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我说什么了？这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是。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没错。现在，请你转过身去。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我说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执行任务？是。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住我。走。好啊，那你就试试。跟你，我还用试吗？我料你不敢。这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听着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别动！我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其实你需要的是这个。嘿！快点，走。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
你倒是帮帮我呀！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瞧你这话说的，嫌难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哎，干嘛呀？别自作多情啊！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郝杰，你怎么开那么晚？快点！开那么快干嘛去？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西奥？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给我点上。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你小子就别嘴硬了。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这你也少管。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她。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哦，当然可以。谢谢。再见。邮差，下一步看你的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我自行车搁那边了，顺我一程吧。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那我怎么回去啊？给我。什么呀？出来！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放开！钱包给我。说什么呢？哎呦，别动！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食窝边草呢。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哼！哎，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哎，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1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哎，你玩真的？躲开！哎，冰棒我买给高寒。
臭小子，看我不盯死你！哼！欧阳，嗯，你看出来了吗？看出什么了？嗨，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坚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在南京的时候，何坚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还别说，何坚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是。鸡蛋，我回去了。你就不能顺何坚一程？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你觉得我会吗？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呢？我开着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遇人来呀。哎，我说什么了？啊？不是，你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喂，邮差，过来过来。嘿，老总，嘿，什么事儿？有火吗？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来一颗。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你小子还挺会算计。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想。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哎，那事儿有眉目吗？有了。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您。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前面有修车的。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啊！
你们出去一下。好的。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记。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儿来抓我呢？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不，这不礼貌。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怎么破译？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西奥的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哎，嗨，汉斯！汉斯先生，请上车吧。不用。哎，汉斯先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些面包、奶粉、火腿，你带。太感谢了。他走了。谈得怎么样？他还是有顾虑。也难怪，今天的犹太人东躲西藏的，比老鼠还可怜。1933年，托马斯·希尔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就一直在莱比锡实验室工作。好一个2级钳工啊！看来这些都是真的。那些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我是指送信的那个，尽管看上去不像汉奸，可我还是对他们有些不放心。真是给你添麻烦了，汉斯。博士，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想想看，要是希特勒得到你的秘密，搞成了原子武器的话，要毁灭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犹太民族，而是全人类。可是我已经陷入了盖世太保的包围中，被他们捕杀只是早晚的事啊。博士，不要着急，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办法的，相信我。要不，明天你再与他们……博士，再等等，这个时候沉着比勇敢更重要。上海的血腥气也很浓。The trip is very unsatisfied with the program. We still don't have any clue after all this. Could Thomas and Flowers became Flowers into stabbing?
ケール先生、私たちは真剣に協力していたが、土肥原将軍も尋ねていたが、上海が我々の占領地だ。状況が複雑なんだ。I cannot agree with that. Could it be the excuse for dragging men on and on? Gentlemen, I think such argument is meaningless. 今は何得にもいかないよ。Please. Please. I don't think Thomas Hagen will leave Shanghai shortly. He's not familiar with China. He's never been to China either. With him alone, it's difficult for him to do anything. So, what's your opinion, Mr. Ake? I think the person you want is still in the Jewish residential areas. Yet,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all. We are not the only one interested in Thomas Hagen. Who? Who else knows our plan? I don't know either, but I'm sure to tell you that they have been ahead of us. That's impossible! Captain, this is China, is Shanghai. Things impossible happens every day. It seems that everybody needs the second-class bench worker from Berlin. We need to have a sincere cooperation. Otherwise, things will go wrong.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Captain? そうだ。真面目な協力が必要なんだ。If such investigation is no longer secret, we should make a public search for Jewish residential areas. 大佐の意味は、静かな水をかく乱で、魚を引き出すのだ。中国語で言うと、泥水で魚を取る。It's stupid to investigate in public.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opinion before deciding to do anything. And if Thomas Hagen ran into a foreign settlement, it will provoke foreign soldiers. Then the matter will be in a dilemma, like riding on a tiger. After to go on and unable to get down. Mr. Ake, please tell me your plan in detail. It's much warmer in Shanghai. It's time for disinfection. 大家注意了，为了大家的健康，马上要对各家进行消毒。各家注意了，为了大家的健康，马上要对各家进行消毒。喂，你们干什么？走开！你们不能上来，我太太病了，那就更需要消毒了。让开！报纸来喽！报纸来喽！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统统出去！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
哥哥别哭了，听话啊。人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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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哎，怎么回事？哎呀，这个你看见这个人了？好了，快走！哎呦！站住！啊！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你想知道什么？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得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再见机行事。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喽！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快点！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收马桶了！我都快憋死了。那边有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好。喂，邮差。有火吗？托马斯，站住！
快跑，快跑！快，来练枪！快快快！接着，什么人？这边，快！怎么样？好不好？还行。过来吧。嘿。戈尔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胡说什么呢？怎么样？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3层外3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靠咱们自然不行。那靠谁？靠日本人。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智博，接着说。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
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我？具体的说，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他们不是同行吗？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您是说，您不认识他？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2级钳工呢？我本来就是一名2级钳工。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2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梅尔纳教授。是的。你的消息好灵通啊。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2个确实是同事。哦，是。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是的。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谢谢。再见。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我原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3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如果走漏了风声呢？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格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是。报告，进来。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3天以后。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嗨。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是吗？今天晚上，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百乐门，什么意思？队长，这是好事儿啊！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齐队长。哪位？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哟，嘿嘿，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谢谢您对我的关照。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哦呦，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好。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晚上跟我去百乐门。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是。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好说，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那是，到时一定效劳。
格尔先生想见你。好，知道了。戚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好的，请。两位请啊，好。嗨，格尔上校。哦，你好。你不进去跳上一曲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酒井小姐。是吗？酒井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为什么？格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啊，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3天之后吗？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2级钳工吗？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好，我们待会儿见。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好，谢谢。队长，队长，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哦，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
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2个火腿粽子。哎，好嘞。好了，老冯。今晚12点发货，空运。喂，哪位？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什么时间走？今晚12点。怎么走？打算空运。知道了。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这倒是个机会啊！机会？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呀！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你别打岔行吗？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2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呵呵，你聪明，我笨，行了吧？哼。抄家伙！好的。哎，托马斯先生，你的起色看起来不错呀。可以出发了吗？当然可以。那通往机场的路上，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格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好，
祝您一路顺风。你不是会跑吗？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准备行动。准备战斗！やめろ！我会把撃つぞ。出てこい！あっ！行く！我已经撃って。バカ，是个臭美，良心大大诋毁。队长，队长，怎么回事？是冲着德国人的护送车队去的。队长，好像有人已经替我们动手了。被酒井这小娘们给耍了。バカ！おい！バカ野郎！おい！人は？司令官、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す。聞きたくない。ユダヤ人が欲しい。Mr. Matsumoto, I was shocked for what happened tonight. We had such terrible security in Shanghai under your Japanese army. グルーさん、意外だったよ。完全に意外だったよ。But we can't afford such accident. 身分不明の一組すぎない。No, I don't believe it. I believe you have prepared for it in advance. なんだ、絶対ありえない。But tell me, will all the people who are not identified speak Japanese? Mr. Gao, now that misfortune has happened, I think we need a sincere analysis between us rather than irrationally mortal attack. Both of us has entered a strong opinion. But don't worry, I will find Thomas for you. I promise.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她那儿舒服舒服。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哟，酒井科长，您来了。齐冠雄在吗？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哦，科长。齐队长，您来了。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人呢？我要的人呢？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还在耍我是吧？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我相信。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核武器？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托马斯，马尔达。哦，马尔达。哦，托马斯。马尔达，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我很想念你。哎，开骂了，开骂了！开什么了？擦皮鞋啊！擦皮鞋啊！擦皮鞋啊！先生，擦皮鞋吗？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今天晚上？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安全吧？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好了，
好了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 Fanny 号吗？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Fanny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76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移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这好办。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好。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嗨。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凯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钟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1小时赶到。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托马斯 ，look， 不错吧？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好。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了，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当然可以。来。好了。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手啊？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2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你别臭美了。哎，给我们俩拍1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1张。好 ，OK。
准备的怎么样？已经好了。好了，那我们动身吧。好，托马斯，谢谢你。我们走吧。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他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喂，是何洁吗？是我，可以出发了。啊，明白。欧阳，怎么样？差不多了。好，来了。云飞，何洁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谢谢。请吧。好，走。保重。再见。嗯。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Don't worry。现在可以轻松一下了。云飞，啊？怎么了？没怎么。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你要吗？嗯。停车！证件。放行。你好，你好，这是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你好，你好，我们快上船吧。伯曼大夫已经回去了。
还有烟，就这一根了。哎，给我抽一口，这心里有点发慌啊。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9点还有多长时间？还有3分钟。快了。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个权利够吗？托马斯，没想到吧，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等等，不准别吃！想死吗？现在还不是时候。上校，我这次可是把人亲手交给你了。好的，那么就直接送飞机场吧。快走！喂，智博，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带到哪里了？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什么？直奔机场？是啊。好，那我知道了。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什么直奔机场？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这帮畜生！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千万别再弄丢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是的，再见。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会很安全吗？怎么了，托马斯？妈，如果万一出事，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格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托马斯，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答应你。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